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张芊芊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好，对不起，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现在伊朗的局势还是持续的动荡。那国际社会是怎么看呢？先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他怎么说。他通话了伊朗的外长，并且提出3个反对，包括反对使用武力，反对本国意志强加到别的国家，反对倒退回从零法则。另外呢，他更呼吁美方对伊朗放下武力的执念，因为川普讲了好多次哦，不排除动武。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联合国的代表孙磊，他讲了一番话，来听听看。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伊朗的事情应该由伊朗人民自主决定。中方支持维护伊朗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我们呼吁美方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放下武力执念。好，我们看到在这个动荡的时期，伊朗它面对的可能是其他更加坚强的强国的武力呀在他们的周围，包括你看到以1战机都升空这一幕被媒体给揭露了出来，说是中国大陆的军机也积极的赴到伊朗去干嘛呢？送红旗导弹。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战事看起来是一触即发。那中国跟印尼可能会封锁美国 B-52的轰炸机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南海前往中东的航线一边的势力可能在封锁美国，另外一边的势力就是美国蠢蠢欲动。美军到底会不会对伊朗发动潜在的打击呢？现在看不出来未来的动态。可是伊朗的国内，您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好多人上街头，好多人死去啊。我们看到伊朗写信给联合国，他们说美国跟以色列其实他们在支持恐怖分子，虽然有一些民众是和平的，这是一场和平的抗议活动，可是中间可能有恐怖分子受到外界的一些挑拨，所以把整个和平抗议的活动变得更加的暴力骚乱我们看到这是伊朗的外交部部长，他就说有一些伊朗平民还有安全人员被暴乱者杀害。所以他们一切都归咎在美国或者是伊朗在后头做一些资金情报或者是一个各种的这个供应让伊朗的国内这么的纷乱。那另外呢，川普一直想要做什么对伊朗do something， 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动。我们来看看一些内幕的报道说，其实他本来已经下令了要空袭，可是最后关头缩手了。我们看到军事行动本来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从阿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紧急起飞，然后被下令返航并且保持待命的状态。这个消息是说，任务在执行前数分钟被取消，哇，很紧急好像是在看这个动作电影战争电影一样。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其他国家海湾国家的这一些斡旋，可能也是关键。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是说，沙烏地阿拉伯、卡达、阿曼、埃及等4个阿拉伯国家他们积极的去做这个极限外交，去斡旋希望川普不要轻易动武，不要轻易动手。结果真的成功的阻止川普这个对伊朗发动这个所谓的空袭。可是我们来看看过去，我们知道呢，美国其实准备了很多套剧本，包括空袭，包括斩首，包括地面部队。美国是说地面部队可能不会出动，那斩首能不能够实施呢？我们看到很难。美国很难复制这个在委内瑞拉的那样子的斩首行动，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斯加其实离海边只有20多公里，所以它很这个迅速的闪电的去做一个斩首的行动。可是伊朗就不一样了。德黑兰虽然距离北方的里海只有100公里，可是里海并没有美军。那德黑兰距离伊拉克边境最近的地方大概是600多公里，远的地方是1000多公里。你这个地理位置你就很难飞进去，飞进去要很远，至少2个小时，你也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些后勤的支援。所以斩首的困难度非常的高。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超时部署，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维吉尼亚号诺福克离开诺福克母港之后呢，在
2025年的6月，一直到现在哦，先后啊跑去了地中海啊、加勒比海啊，已经超过了7个月的常规部署时间哦，所以现在可能要紧急的召回要维修了，这是美国的作战部长的说法。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英国智库的一篇报告，是说中国大陆的歼20战机，2030年，也就是4年之后会达到1000辆。好，那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可能会生变。而另外，观众朋友有看过《三体》这个科幻小说吗？它也被拍成了电影哦。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科学家打造了西梅化所魔剑级的高级性能的碳纤维哦，说是就很像是这个《三体》里头的古筝行动飞刃，你看那个丝非常非常的细哦。那这样1公尺长的碳纤维只有0.5公克重，那它的拉强度哦，这个拉力哦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呢，包括未来用在军武的科技啊，方方面面是一个很大的革新。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美国要怎么去攻打伊朗啊？当然有人说啊，是用斩首行动。小布希总统时代都做不成了，也不敢做。小布希总统时代的时候，还掌控了阿富汗，在伊朗的右边，还掌控了伊拉克，在伊朗的左边。那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那理论上讲，他可以对伊朗实施攻击啊，不敢；对于伊朗的领导者实施斩首行动啊，不敢。为什么？因为没有胜算。有人说，哎呀，这个错失先机啦，应该是在第一时间上个礼拜就应该要对于伊朗发动攻击，这是完全不懂军事了。为什么？因为伊朗的德黑兰首都它距离周边的，例如说你刚刚谈到了离海最近的100公里，那100公里的时候有没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一个都没有，所以美国在中亚地区完全没有存在。好，那我们就讲，那它其他的地方呢？沙特阿拉伯说不可以用我的基地，也不可以用我的领空。以土耳其是北约的同盟国，说不可以用我的基地，一样的情况。好，那唯一能够用的是就哪里？就是卡达。可是卡达距离德黑兰也有上千公里。那如果说今天卡达说，你如果用我的伊朗说，我会对你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实施精准打击。而在上一次对苏莱曼尼的时候，伊朗已经有能力证明它可以打到他要的美国军事基地的咔咔角，咔咔角都可以打得到，那就不要讲说对于大机库，对于这些人员工作人员密集的地方实施这个饱和性的攻击，是完全可以做得到。那因此，唯一能够采取的手段只剩下航空母舰了。那我们再问那航空母舰过去了没有？没有。即使航空母舰过去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它不敢进入阿拉伯海。也就是说，他如果进入阿拉伯海湾的话，那等于是瓮中捉鳖，随伊朗怎么打他了。我们叫做阿拉伯海这么小，伊朗的所有的导弹都可以去打掉美国的航空母舰，所以在作战的时候，美国航空母舰是不敢进入阿拉伯海的，它只能够在哪里呢？在阿拉伯半岛的南方。阿拉伯半岛的南方的哪里？西部也不能去，因为有也门的胡塞组织，所以只能够在阿曼湾那附近。阿曼湾要到德黑兰要2000多公里，更远啊！直升机，不管是你用哪一种型的直升机，其实是通用型的直升机，它的作战半径不会超过2000公里，连战斗机的作战半径都不会超过2000公里。请问一下，你如何实施斩首行动？你如何把直升机派过去，然后把这个哈美尼亚找到，然后再把它隔壁或者把它逮捕，然后再用那个直升机把它运回来？这整个路径中早就被发现了，因为直升机飞得很矮，飞得很矮，早就被发现了，被打掉了，一个人都不可能活得回来。所以在小布希全盛美国这么强大的时代，小布希总统从克林顿到小布希这么强大的总统存在的时候，都不敢去打伊朗，也不敢对伊朗实施斩首行动。那你想，在今天的川普时代，怎么可能敢去打伊朗？然后怎么敢去打伊朗的这个斩首行动？不可能的事嘛！这个我们用很简单的军事的常识，把地图一摊开，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我们要问的是，打了又怎么样？你战略轰炸机来了，啪啪啪炸了，炸了以后，伊朗的政权就被推翻了吗？不会吧？因为你一定要有地面部队进去，把伊朗的革命卫队整个都制服了，
瘫住了，因为除非革命卫队他们叛变，他们站出来叛变，可是革命卫队是不会叛变的啊。那这个时候他跟委内瑞拉又不一样，所以美国的军人进去的时候几乎没有活路。那这个就是证明了陆军不能派，海军陆战队不能派，空军的轰炸没有意义。那请问这场战争怎么打？我觉得最诡异的地方是在于，当川普在1月13号那一天他说：“弟兄们，顶住啊，走上街头，不要回家。我们美军正在路上。”当天晚上，街上的人消失，一个人都没有。整个社会抗议完全消失了，没有了，没有任何画面了，全部恢复正常。各位观众朋友，这代表什么意思？川普泄密了，川普害死当初带头抗争的那一些人，因为被证明他们跟美国勾连。是，来，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哈，川普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出手对伊朗？因为伊朗有准备啊。那为什么在委内瑞拉会成功？因为没有准备，又里面又叛变了。大家可以看到，川普在6年前在伊朗没有准备的话，把伊朗的第2号人物苏莱曼尼在机场把他干掉。但是那是在伊拉克，是在伊拉克就是让你没有防备，他很擅长嘛。他用他的无人机下去击杀了苏莱曼尼。我记得那一天是1月3号2020年那美国此后一直很怕伊朗来报复，那川普的另外一次袭击就是前年大家记得前年去年的6月，他们去摧毁伊朗的核设施，用B2 的轰炸机，那时候全世界动容，哇，伊朗的核设施，结果伊朗说没有，我们其实没什么损害，我们早就移走了。那川普很不爽，白宫就说乱讲，我们可以让几乎把你们都把它摧毁了。结果美国自己的情报单位他们发布了，他说根本只是让他倒退几个月而已。白宫还出来驳斥乱讲但是的确情报单位讲的是对的。那当然了，因为伊朗一直在提防嘛，我们知道他提防美国会偷袭，所以这次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他也考虑了，除了邻国的反对，当伊朗发现了你对委内瑞拉这样的话，他怎么会没有准备呢？那准备的话，在一个这么广大的国家，你要去找哪些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了川普他其实就是很喜欢说用一些奇袭的行动，然后来在对外来夸耀自己多大本事，把对方怎么样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个性被人家摸透了。那我们知道，当然在现在很多国家对说，哇，伊朗这边如果打起来的话会怎么样？那其实我们看到了整个中东自从以色列在这边到处烧杀掳掠那整个中东本来就不平安了。这时候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他们本身就有点凝聚了。所以为什么来劝退川普这4个国家？我告诉你，就是穆斯林的国家，他们其实是休戚与共。你这样做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甚至是一个挑衅啊。所以我觉得川普第一个考虑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用偷袭的方式去偷袭别人，他的那些舰队离德黑兰又那么远，他没有办法再去遥遥相控。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军事的判断，发现说我们下来应该再另找机会。可是当德黑兰这边已经绷紧了皮，然后对你有所防备的时候，现在美国变得很难下手。那接下来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接下来中国大陆这些资源就会一直进去，进去的话，它变成那个防卫的力道就更强。那下来的话，对美国来讲，其实就更越难下手。所以它这是一个国际的情况。当美国每次都用偷袭的方式，那对美国有威胁的，或者美国不喜欢那些国家，大家都会有防备。这就是一个目前现在全世界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川普还洋洋得意。那这个其实让大家觉得说他就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不管在盟邦或他的敌人都这样觉得。好，请教舰长。首先我要讲一下刚刚那个说的那个《三体》的那个叫飞刃我今天特别去研究一下那个东西，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你记住，当你拿把菜刀去切菜的时候，那个刀锋越细越薄那个力量越小。
那这个飞刃的这个丝哦，1公分可以容纳1250根，你就知道它细到什么地步。然后它的强度呢，可以撑住200公斤的这个力量。我举个例子啊，不信大家可以去问问物理老师。我现在在这里拉一根这根绳子哦，在这固定在这哦，我的手这样摔过去，它可以把我手给切断。你相信吗？就这个样子。所以它在工业上它有很大的用处。我举个例子，割草机不是割草机上那还一根线，对不对？弄下来它这个东西，哇，这全世界最好的割草机，那个削铁如泥呀。那第二个呢，它可以装在炸弹里面。炸弹爆炸的时候，如果你外面是一圈这种很细的这个绳子，那飞出去就是一把一把的那个，他这说的飞刃，飞出一把刀削过你脖子，我跟你讲，你脖子就断了。不要不信哦，我跟你讲，他就是这么厉害。这是一个，我觉得哇，真是不得了。隔段时间，怎么中国大陆就会发明一些这些很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第二个，所有事情发生，我就发觉哦，世界这些媒体很喜欢去抹黑中国，你知道吗？今天这里面就有2个东西，我现在需要说第一个。说有一架飞机到了伊朗，给他运红旗这个飞弹，红旗就是一个地对空的这个防空飞弹啊。我去查一下，中国从来没有售给伊朗红旗，那伊朗买的是基本上是俄罗斯的，现在是 S300，它有一些别的落后，但是它没有红旗。如果原来没有红旗，你去查完全查不到。你现在送红旗也是白送，因为不会使用，是不是？系统教育训练哎，哇，那个多少后勤补给，那是不可能的。那这个东西，你还可以说，哎，你凭什么说这个东西是没有？接着，同样这里说的第二个东西，我告诉你，那个荒唐到什么地步啊？他说，中国跟印尼2个国家要封锁马六甲海峡，他的目的是阻止 B-52轰炸机去。各位，马六甲海峡是我先说，它是海船走的东西。跟 B-52有什么关系？在飞的，在天空飞的。它在天空飞，跟你海上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马六甲是国际航道，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即使新加坡跟那个印尼，就是在它旁边都不可以，那是违反国际法的，知道吧？中国更不可能。所以说这2个东西哦，就是抹黑到什么地步？那再来我说这个斩首这个伊朗哦，这已经不是像刚赖老师已经说了，那你根本几乎不可能。我现在告诉你，就算你斩首完毕，还要问一个，它的后果是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伊朗都是神学政权，神学是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仰。各位有没有听到这个？好比说耶稣的2鱼5饼喂饱了5000人，你信不信？他们就是信。伊朗这里就是这样子，他们相信这个神权，而且大家更别忘了，伊朗的经济活动大部分掌握在革命卫队的手上，这有将近15万、16万、17万人，你知道？结合了信仰，结合了利益，你很难把它给推翻掉，太难了。所以美国不会去惹这个马蜂窝。所以现在其实川普他目标中的地点或是国家很多，包括我们刚刚讲伊朗哦，那还有包括乌克兰战争还在进行中，还有一个地方他念兹在兹一定要拿到手的就是格陵兰了哦。它非常强硬呐，所以现在格陵兰的形势非常的严峻哦。我们看到丹麦的外长，还有格陵兰的外长都跑去美国白宫哦，跟这个卢比欧还有范斯见面。结果见完面之后，你看这2个人被媒体捕捉到哦，一脸愁苦，一脸严肃，在那边抽烟哦。所以其实可能谈判或者是这个讨论的过程，他们可能觉得不是非常的满意哦，所以一起讲了1个多小时，你看到川普其实用各种的理由哦，罗织罪名啊。他说：“格陵兰，我为什么要控制它？因为你看这附近都是中国大陆的军舰，把它给包围。丹麦的外长就说没有啊，这跟事实不一样啊。我们来听听看。” And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also for Vivian and I to go up against the narrative because it is not a true narrative that we have, Chinese warships all around the place. According to our intelligence, we haven't had a Chinese warship in Greenland for a decade or so. 好，你看到格陵兰的外交部部长啊，在一场直播跟他的同胞报告现在格陵兰的情势，讲到一半他快哭了，我们来听听看。Kisien nukitousuut tämä viahut. Kisia nutkingilliitsoornam attortitoopungu tuqqatserpunga. 所以你看到现在他们处境非常的危急，格陵兰人说是现在焦虑到晚上都睡不着。那全球最大的岛
作为这个岛上的居民呐，虽然人口很少，可是他们很生气，也很悲伤。他说：“我们向上帝祈祷，不要变成美国人。”这是来自于英国《卫报》的专访哦。他说，人们开始使用飞行追踪器在监视美军的飞机，他们很怕飞机来了、轰炸了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成天就盯着海岸线跟天空，讨论万一被俘虏，还有射杀的对策，甚至焦虑到失眠。你不能觉得他们想太多，而是川普真的很针对他们。真的很过分。我们再来看看欧洲有一些联军，他们说好吧，我们去帮助你吧，我们派兵去进驻格陵兰哦，我们要阻止川普征服的野心。于是你看到他们派了什么人？英国派了1个人哦，派兵哦；德国派兵13人，法国派兵15人，挪威派兵2人，瑞典派兵3人，芬兰2个，荷兰1个，总共37人。我就问这37人能够干嘛呢？好，我们看到另外一条路径哦，这川普自己讲的，我用买的，好，用买的买下来，那需要7000亿美元，这个算是美国国防部的年度预算的1半以上啊。川普愿意花这个钱吗？就算你愿意花这个钱，人家可能也不想卖给你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委内瑞拉的后续，它周围有一些油轮呐，哦，不断的被这个美军给扣留哦，这是最新的一艘叫维洛尼卡号哦，这是2个月来第6艘哦被这个美军给扣留的一个石油的油轮啊，显示华府正在全面执行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全面封锁，可是他自己可以跟委国来做交易哦。华府就说了，我们已经完成了马杜罗时代首笔委内瑞拉石油的交易哦，这个出售后哦。那你看到呢？他把马杜罗给抓了哦，然后就做了这一个所谓的历史性意义的石油能源交易哦，并且他在新闻稿上说，这会造福美国跟委内瑞拉的人民哦。那临时总统是说，我不畏惧跟美国外交冲突哦，我们现在要求哦，要简化石油业的准入流程哦。那可是未来哦，美国会如何强取豪夺哦？这个国际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吧。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个画面。川普好开心啊，因为他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去年马查多，大家记得吗？是委内瑞拉的一个反对派的领袖啊，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今天他跑去白宫，然后把这个奖献给川普，川普好高兴，接受了哦。那路透社报道说，马查多希望借由这个讨好的动作来争取自己在未来在委内瑞拉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川普欣然接受。来，赖老师，川普就直接指控说，因为中国、俄国，特别是中国的军舰啊，这个进入了这个格陵兰啊，威胁到格陵兰的安全，所以也威胁到北约的安全，也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所以呢，他一定要把格陵兰拿下来。那格陵兰说，10年来都没有啊，10年来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这个时候欧盟有一些国家开始演戏了。德国、法国、丹麦、挪威等这些国家开始演戏了啊！你看啊，有人派英国人派1个人，德国人派13个人，法国人派15个人等等啊，就总共派了37个人，也就真的进入了格陵兰了，然后开始进行侦察动作，中国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欧洲人多么的荒唐，就针对于虚拟的、不存在的啊，只是川普的一句话，但是。丹麦的情报单位跟北约的情报单位告诉你说，没有任何中国的军舰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所有的科学证据，情报单位都告诉你，从来没有因为川普的一句话，欧洲的这些国防部部长、总统马上就派兵上去，就开始我们在侦查中国的存在，演戏演得这么大，然后荒唐可笑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就是说，川普。我们已经在捍卫格陵兰了，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他以为演的这场戏就真的有用，没有啊！川普只是随便讲一句话，他是因为我就是要格陵兰，我只是现在找一个理由。然后你今天说没有，我说有啊，你说没有，那是你有眼睛你看不见，我就是有眼睛我看得见，你看不见，你眼睛瞎了，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长期以来美国人所用的一个手法，就是全世界都告诉你说。海珊没有核生化武器，美国人说有啊。联合国的原能委员会去调查的结果说没有啊。美国说有啊。然后欧洲人说，那你把证据拿出来。鲍威尔就在联合国拿一个证据，说这个肥皂粉就是这个核生化武器。
那欧洲人说那给我一下，我化验一下。美国人说你有眼睛，你瞎了，这个就是合成化武器啊，结果就打了。这个就是美国人。坦白说，他要的他就给你要下来了。好，那现在为什么您提到了这个丹麦的外长也好，格陵兰的这个自治州的外长也好，他们这么焦虑？因为他们知道阿拉斯加过去在卖给美国之后，阿拉斯加的原住民他们的本身的下场是怎么样？也就是美国人到了阿拉斯加以后，就开始歧视那些俄国人，然后那些俄国人最后就全部都回家去了。可是他的家本来在阿拉斯加，但是因为阿拉斯加被他们的国王就沙皇把它卖给美国人，那时候是他心甘情愿卖的哦，不是不甘情愿卖的，是卖给美国人之后，美国人到了以后歧视当地的人，他们发现他们没有未来，他们没有发展，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就只好搬回俄国的。但是已经不是家的家，每个人拿了一点补偿金，然后就回到俄国，再重新去过生活。现在的情况是，格陵兰人不愿意变成美国人，是因为他们在怎么样，丹麦人不会歧视他们，他们高度自治，每个月都有这个丹麦政府的补贴，有政府的补贴，高度自治，不会受到歧视。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可以在欧洲每个地方行走，没有海关的问题，没有边界的问题，他们就等于是整个欧洲人。结果现在他们要变成美国人，他们不愿意啊，因为现在美国人在国际上，在全世界基本上，尤其像我女儿昨天跟我谈了很久，她在法国所听到的、所了解到的欧洲人对美国人的看法，跟她的有一些美国的留学生他们的同学的看法，他们觉得美国人现在的都已经觉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怎么一回事，然后美国人在欧洲是被大家厌恶、讨厌的这样的一个美国人，然后没有人想变成美国人当然除了有一些地方以外了因为台湾人还是有很多人崇美，宠到不行那这个例外。好，除了这个例外以外，格陵兰人不想变成美国人，现在美国人逼着他你要成为美国人，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太强盗了吧？但是这么强盗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吗？董哥，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依照川普上任以来美国的表现，他就是一个土匪，一个流氓。你家里有好东西，就应该是我的。大家其实看我们今天的台湾跟美国谈判，最后不是这样吗？很多人还欢天喜地，所有东西原来都是你的啊。台积电是你的，5000亿也是你的。现在美国少哪一点，你就觉得哇，好高兴哦！你被人家无缘无故开汽车撞你，把你撞到残废，你说还好我没有丢掉性命，你还会感谢对方？这个我其实是想不透。好，那我来讲美国这个，它其实格陵兰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很简单，因为它有很多资源嘛。那川普所指控当然是假的。格陵兰上面有美国的驻军，你知道吗？那你自己的驻军为什么不拍？你只要用一个随便一个 iPhone 下去拍，你看中国大陆的船都在这里，我看到了，没有啊？你们还有卫星，你只要拿出来说就是这样。当然川普常常指鹿为马，对不对？他把刚果那个杀戮拿起来质疑，非洲都在杀白人，南非都在杀白人，都是在搞笑柄那大家看了，其实格陵兰的稀土全世界产量占第8，山地的存量占第8，它也有石油，也有天然气。所以你就知道马杜罗在委内瑞拉被抓走了，现在后续的发展果然一如外界所料嘛，就是为了石油嘛。全世界储存量最大的石油就是委内瑞拉，它就是石油国家组织的创始国。那现在美国已经昭然若揭了，对不对？那所有东西就是你家里有没有钱，有没有货，就是川普所在意的嘛。那我们今天其实可以看到，格陵兰面对了这样的处境他当然都很清楚，美国对当地的原住民杀最多，当然就是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嘛。那种杀戮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你知道吗？美国的国父华盛顿穿的皮鞋是印第安人的皮肤做的，他洋洋自得，这是国父大家都认为说他有风范啊，他不止砍倒樱桃树，大家称赞。我告诉你，在美国那时候的价值就是这样啊。那今天格陵兰很多人很气，就为什么全世界变成这样？所有人都不讲理，强权就是公理。这是4天前马克宏他对各国，他把各国的
驻法国的代表大使通通找来，在里面的演讲啊，他现在美国证明了什么？强权就是真理，他变成这样，他这个我没办法接受啊，那没办法接受，反正川普他觉得我很顺利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贸易搞你，我用武力来打你，他觉得自己很称心如意啊。但是今天大家也很清楚，我们国际的社会或者台湾社会，我们讲的都是欧美代表西方嘛，因为他们比较进步、比较繁荣、比较文明、武力比较大、比较有钱嘛。但现在整个情况都改变了，你过去对美国的那些好印象从这几年你就要开始想，原来美国真的是全世界最大的流氓，所有好的东西他都要据为己有，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你有，我这应该是属于我的，这个就是一个强盗。但是我觉得说，当然了，现在欧洲很多国家他慢慢认清了，他们这些年来除了去支援乌克兰打乌这场战争之外，已经耗尽了非常多资源，为了听美国的话，美国说大家来抵制俄国人，不要买他天然气、石油，很多人就抵制了。那德国人苦不堪言，你看天气这么冷，他们过去是靠这个听美国的话，把自己搞得这么惨，然后现在美国他已经更有精力来对付你们格陵兰，然后罗织了非常多的谎言，然后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要，这个其实让人家不可接受。来，请教舰长。我先做一个大胆的预测，格陵兰终究会落入美国之手。因为你先问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美国派出军力去占领它，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国家挡得住？没有任何国家挡得住。那当然你就要问第二个，他会不会这样做呢？照道理讲，他不会这样子做。但是你不要忘了，美国从刚开始独立建国的时候，它只有13州，在东岸那里13个州，它一直扩大到最后到今天的50州，它的州一直不停的加，它从来没有从50，好比说49变48，再跑回49，它一直在增加。你以为这些州它都怎么来的？有巧取，有豪夺，有买的，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可是当他决定他要的时候，而且他可以说出一个很好的理由的时候，他真的觉得这对我们国安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对我们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很重要，他真的会这样去做。只是可怜的是那个格陵兰这个原住民格陵兰原住民当初他们是划分给这个丹麦的时候，他从1814年丹麦就接收了。丹麦一直用殖民者的心态看这些原住民，你知道吗？他从1814一直到1979，有160多年，从来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的人民看待。直到1979，因为冷战那个时候，美军想要到这里去建他的这个基地，然后容许他们去建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丹麦说：“哎呀，我承认你是我们的人民。”然后开始在照顾他。一年大概给到目前来讲是大概4500万美金，平均起来一个人大概是1000块美金，他们大概4万5、4万6千这样的人，钱也不是很多，但是丹麦从来没有想要好好照顾这些人。当初美军去那里的时候，因为你去建基地，你都要去建那些比较适合生活的地方，你知道，他们找了一个地方，原来也有原住民，他们就把原住民赶走了，没有经过谈判，没有赔偿，就把他们给驱赶走了。所以一直以来，这些白人的殖民主义者，他其实没有在乎这些原住民的。那这些原住民到最后，他想想看，说，哇，最近总算丹麦最近这些年这个样子，让丹麦今年发现美国说想要去抢他，他就突然在2025年的9月的时候，他编了一个基建的钱是2.53亿美元，这么久以来他都没有做过，可是他现在想要去做。所以你去想想看。如果你是这里的原住民，你愿意这些新的一个殖民者再来吗？所以他这次的调查就是说，你愿意当做美国人的支持的比例不到18%，那他们宁愿维持原状，就是我现在最起码你看丹麦对我们还算个样，他们每年的预算超过50%是丹麦政府编的，所以这就是你就知道他的心境其实是不愿意被统治，可是。如果万一美国出很大一笔钱去收买它，包含我今天在问我家人，他们说人家为什么要卖？我跟他讲说，如果美国出多少钱，你卖不卖的时候，所有被我问的人几乎都说那就卖吧，因为那个钱实在太大了，他人太少了。
如果一个人可以拿到非常巨大的一个金钱，好比说一个人可以拿到1000万、2000万台币，我一家5口就是5000万、6000万，你会不会卖？对，这个就很难讲了，这个就很难讲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呢，加拿大的总理现在在中国大陆访问了，据说获得非常热情的接待。《华尔街日报》的说法是遭到川普冷落的加拿大总理在中国获得热情的接待。你看，中国大陆派出了国务院的总理李强亲自接待，并且铺了这个红地毯，用军礼盛情的款待。所以呢，这个卡尼就说，感谢李强总理在北京的热情接待，我们重点讨论了中加如何携手合作，为两国建立更强大、更永续的经济体。那两国的领导人握握手他们说因应全球新现实所以呢会建立一个新形态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你看两边正在做一个这个双向的一个沟通那习近平的说法是会开启中加关系转环向好的新局面。那卡尼是说两国将建立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因应全球的新秩序那像这样子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恐怕过去加拿大的人很难看到，因为过去8年可以说加拿大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不太好包括大家都知道像晚州的这个事件。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加已经同意扩大了6个经济领域的合作签了 MOU。包括卡尼在北京先跟阿里巴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还有电池大厂宁德时代都有跟他们见面。那这个 MOU 呢，其实也签订了方方面面的一个协议，加强清洁能源、传统能源的领域合作，还有包括加拿大有很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像这些矿产会输出中国，可能会促成数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对加拿大的油砂进行重大投资看起来双方的合作会加速也加快，更加大。包括有2个项目现在还没有达成协议，是在油菜籽跟海鲜的部分。而另外我们来看看美国的邻居墨西哥现在瑟瑟发抖，因为委内瑞拉的事件呢，让他其实已经很警惕了。那现在美国更加进一步提出说，我要求我们美军到你的这个境内，我们要做联合打击所谓的制毒实验室。那墨西哥当然会觉得很瞎我怎么会让你美军进来我的国家？我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再来看看墨西哥现在的商业行为，他们这个国家近1/5的汽车都是从中国大陆进来的就中国大陆销售给他的汽车是占了1/5那未来如果说美国进驻进一步要他疏远中国的话，现在墨西哥人有警惕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跟美国的对抗中会孤立无援。这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学者说，墨西哥必须加强跟中国等亚洲大国的联系不能够仅仅依赖美国。他是在美国的后花园，跟美国这么的接近，可是很担心过度依赖美国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后果。而另外日本呢日本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外交还是在僵局当中，还在这个僵持当中。那我们再来看看呢，中国大陆海警船钓鱼台周边这个航行常态化，所以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就说这个事态极其严重我们看到这个是来自于日本那霸海上保安总部的这个部长，他叫做坂本纯治郎他最近受访的时候说中国的海警船一直在钓鱼台附近航行，这个不行，很严重所以呢冲绳的这个市长他就有一个说，我们是不是要求中央要对钓鱼台登岛调查这是日本冲绳县石垣岛的市长中山义隆，他说我们应该要登岛看看到底这个岛上的情况是如何如果真的这样做，我看中日间会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而另外这个日本的小泉进次郎他们的防相在美国跟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长，大家知道赫格塞斯，他过去曾经是101空降师服役过的赫格塞斯，两个人在干嘛嘞？穿上印有醒目红色日本鸟居图样的 T 恤，跟官兵一起使用划船机做伏地挺身。所以呢，这个媒体说这个日本的防相被当作伞兵在被操好像在操这个伞兵一样像这样子。那当然他们想要表示这个美日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或者是同盟这样的意思。来，老师，大陆接连接待了来访的外宾包括这个上个礼拜的我们所看到爱尔兰的总理，也包括韩国的总统但是这一次跟加拿大的总理有签了
联合公报，这个跟以往就不一样了。这个是代表中加的两国的关系，因为联合公报有约束力啊，至少在这一届的政府，他们不会再改变。那下一届的政府理论上讲，联合公报是会有延续性的，所以等于是你除非你下一届的政府它整个又撕毁了，不然的话，这联合公报就往下延续了。这代表中加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次的合作的范围很广啊，也包括了这个2000亿人民币的本币交易。换言之，也就是说，很明显的，加拿大过去它长期以来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受美国的保护。但是保护谁呢？保护加拿大是防止谁呢？防止俄罗斯，不是防止中国，因为中国大陆对加拿大不会有安全上的威胁。所以它的安全保护在对于中国这个部分里面，其实对加拿大的功能并不大。相对来讲，反而是加拿大必须要满足美国的要求，它常常军舰、军机去挑衅中国大陆的周边，造成中加之间的关系的紧张。这等于是加拿大为了要美国保护它，防止俄罗斯，所以它付出的代价。但是现在很明显的，卡尼他认为，川普一直想把加拿大变成他的51州，他觉得这个对加拿大人是最大的侮辱，因为大部分的加拿大人不愿意变成美国人。那加拿大人不愿意变成美国人，美国人的特朗普一定要把他变成他的美国人，变成他的51州，那他怎么办？他就当然寻找跟中国大陆结成更紧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方向。所以在安全上，本来中国就没有威胁了。那在这个情形下，这个问题就好解决。接着我们就要来看考验的问题了，也就是在过去加拿大都应美国的要求，飞机、军舰要到中国大陆来。那现在未来加拿大的军机、军舰会不会再应美国的要求到中国大陆这边来？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代表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发生了。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经济方面。过去加拿大是完全依赖美国，因为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顺差国，尤其是加拿大的天然气跟石油，只要透过油管、天然气管，就可以源源不绝的送到美国。坦白说，它的成本就很低了，因为很方便。很方便的话，就是北气南送嘛，往南方移送的话，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当然是也买到好的、便宜的这个。加拿大的天然气跟油，而且呢，加拿大的很多的矿产、很多的这些原木料都可以源源不绝的运到这个美国来，这个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是也就形成了加拿大对美国的经济上的依赖。可是加拿大由于依赖美国，中国大陆是加拿大的第2大贸易伙伴，可是加拿大怎么办？美国要求你要切断跟中国的关系，过去的小土豆不是这样有点不礼貌，就是杜鲁多杜鲁多就听从美国的，不但对孟晚舟非法了，第二个就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加拿大本身没有电动车也没有强大的汽车工业，他就对中国的电动车课予歧视性的行为。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应该要解开了，不然不会去看宁德电池厂，所以很有可能加拿大做180度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方向大概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好，我们进上广告。好，川普现在打算对墨西哥下手了吗？请教董哥。大家记得川普第1任的时候，他跟前后上下2个国家，加拿大跟墨西哥签了 FTA， 然后说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结果他这1任新上任，第一个要报复的就是这2个国家，先各克50%，让这2个国家气急败坏，然后就跟加拿大说，我就是，你就是我的一个州，他一直弄到最后。最听他话的杜鲁道做不下去杜鲁道的爸爸也当过总理，他也当过总理，当那么久了，是一个帅哥，可是被弄得非常狼狈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下场，跟川普合作没有好下场。现在针对的就是墨西哥，墨西哥是中国大陆的第2大那个贸易的对象大家可以看到，大陆是他的第2大贸易对象。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墨西哥因为跟美国非常交界，可是它的焦虑感在哪里呢？因为从美国南方的每个国家很多都要偷偷移民去美国，
川普对这个是非常生气啊。你看最近 ICE 把一个家伙打死的，不能讲一个家伙，一个一个女性好的女性，她也没怎么样，结果老百姓很生气出来抗议，现在川普说要派人去镇压，他跟伊朗有何不同？对不对？伊朗是出来要求民主的这些老百姓出来抗议是你乱杀人川普说我们要去镇压，他们 ICE 这些人是有这个权利的，怎么会有这个权利？你没有这个权利，我们的移民局对一般老百姓会有权利吗？不会啊，移民局只对外地要来的才有权利嘛，在法律上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看到川普的蛮横，现在墨西哥碰到了，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你抓了，你会不会来搞我们总统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他让整个美国的后花园这些国家大家人心惶惶，因为你都搞这个，那你的武力是很强大，墨西哥，然后古巴，还有哥伦比亚，这些都被川普点名，他们就想说，万一哪天突然派一个什么特种部队来把我们抓走，就会有这样。可是你对人家国家的主权，所有这些不尊重，美国好像认为理所当然了。那我觉得墨西哥，他们在这他当然会有非常多的考量。可是现在他们终于发现，美国才不是真心的朋友，反而在很遥远的地方，那些中国大陆啦或其他国家对你还比较友善是，来，我们进项广告。好，我们请教舰长。首先大家要知道，我刚刚在前一节我有说过，我认为川普一定会拿下格陵兰。为什么他要拿下格陵兰？大家去看这张图这张图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格陵兰这么大的，美国在这底下然后美国如果拿下格陵兰之后，它从纽约到它的努克这里大概有2800公里，这个直线距离。我们的高雄到太平岛的直线距离是1300公里，就是说几乎是我们高雄到太平岛的2倍的距离，这么远，他如何维护这里的这个叫做补给整体后勤？他会以这个理由接着要拿下加拿大。那当然，你可以说加拿大凭什么给他？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加拿大会给他，因为现在所有的世界的叫做动乱，都是因为修习底德陷阱的美中争霸。那现在争到现在，对不对？美国一定要不会放出来啊。那他现在这个老大位置，第一个，中国已经这么大了，他的一个是把中国打下去，他打得下去吗？现在看起来打不下去。接着你要知道，我把格陵兰拿下来，因为格陵兰原因，我就要顺道拿下加拿大。他如果拿下格陵兰，拿下加拿大，他的土地是中国的2.3倍，他会又变成世界的老大。他想维持做老大，一是打垮中国，第二是拿下加拿大跟格陵兰。你认为哪个容易？你认为川普会走哪条路？我认为川普会走这条路。他会说服加拿大，我们白人永远要当世界的老大，你只要加入我们就可以把中国打下去，因为土地是2.3倍。大家去推你看川普脑袋瓜是不是这样想？